大家好，我是鬼叔。小时候你听过大人们讲的鬼故事吗？曾经的社会，手机尚未出现，更别提多彩的游戏和休闲了。就连电视机都没有的家庭里，口口相传的故事是最接近老百姓的。楼主小时候就身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，大人们茶余饭后说着故事，可最吸引楼主的就是一个个光怪陆离的鬼故事了。楼主习惯有鬼的说法，他生怕自己哪天还真给遇见了。这天，楼主又听邻居关花婆说，对面有户人家被鬼牵着窜走了，还听自己的道士干爷爷说，最近有人会死，因为预料到什么阴气聚集一类的。楼主本人呢，只能是听听鬼叫，看看鬼影而已。而这鬼到底是什么，长个什么样子的，楼主却从来没有正面的打过照面。直到后来那次去外婆家的时候，听说见鬼了。原来邻居家有个小孩的脸色发紫，要说这面色可怪瘆人的，可小孩整天呢却高兴得很，也压根儿不出门，就只是窝在家里自说自话，还玩起了家里的毛线。奇怪，他家里人很是害怕，以为是小孩子脑子糊涂了，得了神经病。可仔细想想，自己的祖上也没有得这个病的，从遗传上来讲是不太可能。他们担心呢被人说闲话，说自家产神经病，于是就没有跟周围的人讲。小孩的家住在一个坡上，坡的旁边是一条小溪。这坡说是坡，又好像不是，因为从他家左边看下去是一个巨大的石壁，石壁旁边有一棵好大的黄桷树，房子的前面有一条小路，沿着小路可以盘旋着走下那个坡，之后就是一条马路了，两边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耕地。而小路穿过刚才说的那条小溪，形成了一个拱形的平面，和那小溪形成了一个十字，拱着对着他家。再往右边，距离小溪300多米的地方有一个敬老院，整天死气沉沉的，偶尔有几个老人在外面晒着太阳。据楼主回忆，每次走路经过那个马路湾的时候，他身体都冷飕飕的，每次都是用跑的快速通过。敬老院里面的老人大多数都是被后人遗弃的，没人养老才来到这儿，很多人就在这里终结了他们的一生。再说回刚才那个见鬼的小女孩，女孩每天都坐在房间的桌子前面挽着毛线，像是在和什么人挑花。这传统的针法很是熟练，而且还有说有笑的。但诡异的是，女孩的身边根本就没有其他人。对于楼主那边的人来讲，看到这种事儿可能还会疑惑，但久而久之，若还是这副模样，这必然断定是中邪了。中邪需要找到厉害的人来除这个害。虽然楼主那边的人都懂点儿，但精通的人还是少，何况谁愿意去拿自己的孩子冒险做实验呢？楼主呢也有一个道士干爷爷，但也只是做一点超度之类的事儿。若说是处理灵异事件，楼主表示爷爷估计到死都不会。这邪门的事儿过了差不多1个多月，眼看着小女孩一天天的被折磨的没个人样，上天给了她一个重生的机会。那天恰巧一个云游的道士经过了那个地方，估计也是感觉到了楼主提到的那种寒冷，忽然注意力就转到了黄桷树那里。看着高大的黄桷树，道士左转转右转转，掐指一算，不妙，就走到了这家人的里面，问家里是否有人最近身体不太好。巧了，小女孩她妈呢看到有人这样问，兴许是民间的高人，马上就说了自己孩子的情况。这个道士也确实不凡，穿着农民的衣服，也没有拿乱七八糟的道具，但几十年前村里的道士都是这打扮。相反，空有其表到处走的那种人通常都是骗子。女孩妈妈把道士引进了屋里，小孩子睡着了，但眼圈还是黑的。孩子的妈妈问道士是怎么了，道士没讲，只是拿了根墨线给他，让他放在窗子底下。女孩的妈妈照做了，道士说他第2天再来，先去办点事儿。妈妈把线放在那儿，晚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觉。第2天终于有了动静，
下午的时候，那小孩又开始玩了毛线，自言自语，一会儿停了下来。妈妈走进去一看，墨线从墨斗里面被抽了出来，很长一截，一直延伸到了外面。他妈妈呢，就在家里焦急地等着。傍晚，道士来了，问他妈妈是否异常。妈妈回答说，他下午又这样了。道士不慌不忙地走进屋里，走到窗下，捡起墨线，一点一点地收线，就好像是钓鱼一样。诡异的是，这线一直将他引到了黄桷树的一个小洞里。道士从包里拿出了一根脚拇指粗、手臂那样长的铁针，找了个铁锤，很费力地把这针往那洞里面钉。就这样重复动作，一顿乱披风锤法之后，从铁针钉进去的地方流出了很浓的黑水，乍一看像血，又有些像墨。而紧接着，在旁边的小女孩昏倒了。道士让他妈妈把小孩抱进去，然后把刚才的墨线绕在了那铁针上，之后拿水给女孩喝了。他妈妈立刻地拉住道士，想问个究竟，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会好吗？是不是中邪了？什么时候好呢？是什么原因呢？道士本来没打算说，可担心不告诉他，他更是害怕，最终还是说了。原来那黄桷树已经在世间好几百年了，现在需要在人的身上修行，而小女孩机缘巧合地被选中，但是现在黄桷树已经被钉死在里面了，所以今后无需担心，只要保证不把那铁针拔出来就行。当然，楼主表示小女孩后来有没有再拔出铁针就不得而知了。可村里还有传言说，当初的黄桷树并没有死，他似乎提前和小女孩互换了。这场仪式不过是道士和黄桷树约定好的罢了。龙水河从楼主外婆家附近的地段流下来，经过楼主家的时候，河水已经没有那么碧绿清澈了，在上游的时候，水还是清澈见底的。如今他们的工具依旧是木船，木船载着人过河，载着货过河，也从河里打捞很多新鲜的大鱼。有时船夫打到了几十斤的大鱼，都会放进河里，生怕触怒了这河水里的神灵。很小的时候，楼主就听说这河里有水大蚌。楼主的爸爸刚开始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，还没结婚，过来玩的时候就喜欢在龙水河里来游泳。不管多热的天，下着河水里都是刺骨的凉，有一会儿就要到岸上晒一下，才不至于被冷到。有一次，楼主的爸爸游得正欢的时候，突然被两只冰冷的手拉住了脚，一直往下拖。河水流进了他爸爸的鼻孔，被呛得流出了血。那水鬼见了血，立马就放人了。而关于这龙水河的故事，最著名的还是那望乡18滩。一个老人呢，被儿子遗弃，独自住在茅屋里。一天下大雨，山洪爆发，从崖上冲下来非常多的泥土和水浆。突然风雨大作，老太太担心自己的茅草屋抵抗不了这样的风势和雨势，就冒着风雨出门，想加固一下这茅屋。她刚出门走出不远，就发现好大一条蛇，她拉在了树杈上，黑乎乎的。老太太判断这蛇是没有毒的，于是大胆地走了过去，想看个究竟。走近一看，这蛇的背被刮了好长的一口，嘴巴也被撕破了，有些血，应该是受伤了。老太太被遗弃于此，想着自己和这蛇被天地所不容，顿起怜悯之心，就把这蛇弄到了屋里，给它简单的包扎了一下，用点草药给敷上。老人就这样出去继续的修整茅屋去了。回来的时候，这蛇已经苏醒，吐着舌头看着他。老人觉得有了一个倾诉的对象，就对着蛇开始了自言自语。她说到了丈夫的离世，说到了她不孝的儿子。那蛇呢，就吐着舌头一直看着她。1个月后，蛇的伤早就好了，可蛇的作战范围就是在这茅草屋的1亩3分地，平日里抓点老鼠吃也不走。老太太呢也是乐意，毕竟多了一个伴儿。某天晚上，狂风大作，这蛇呢在茅屋里左右摇摆，一会儿地面就给摆了非常大的坑。老太太以为它不舒服，就跑去看它。这时
一股洪水冲下来，连同蛇和茅屋全给冲走了。那蛇一边摆着，一边不停地变大，它所摆过的地方都变成了平整的地。渐渐的，它的身体已经变得巨大，河水也长高了很多。老太太顿时醒悟了过来，原来的小蛇有朝一日却是即将出海的龙，而她一直以来都盘在后面的山上修炼，想趁着大雨出海。老太太立即风正它，而蛇呢，摇身一甩成了龙形。为了感激老太太对她的救命之恩和风正之情，她游一段就回头看一眼老太，回头的地方都变成了河滩上的一块平地。这样一望两望，一共回头了18次，这就造就了这条河沿的18滩。而楼主家就住在这陈家滩的附近，一直靠着龙水河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。《述异记》中记载，会500年化蛟，蛟1000年化龙。会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巨大毒蛇，修炼500年后就可以变为蛟，蛟在修炼1000年就有机会化为龙。而蛟要化龙要经过天劫，能够渡劫成功化龙的蛟少之又少，有的蛟被天劫劈死，1000年的修行化为乌有，尸骨无存。而蛟一旦过了雷劫，还要向人类讨封，得到人类的承认。修为有成的灵物并非皆为怪，道家认为万物皆有灵，但人为长，故心诚福德深厚之人，亦或是修行高深的大师，一言一行对于这些灵物来讲都有着莫大的机缘，故此才有了风正一说。传说中遇到大蛇讨封，你看到它的第一眼开口便是一条蛇，那这条大蛇1000年的修行就会毁于一旦，而若是真心的为它封正，必修成正果。现在山峡放水了，以前的龙水河真的变成了龙水河，河水宽了10多米，几十吨的轮船都可以经过。以前那种竹林小河的风光从此一去不复返了，而这段历史终将淹没。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